糟糕，我那蠢笨如猪的小姐好像知道自己是恶毒女配了。男主再一次为了女主指责她恶毒的时候，小姐没有像之前一样躲起来偷偷哭，而是直接一巴掌甩了上去。不过一个赘婿也敢同我大呼小叫，别人家女配觉醒了，都洗心革面，封心所爱，我们家小姐决定先下手为强。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第一次发现小姐不对劲，是她给姑爷送鸡汤的路上，她原本兴冲冲的神色突然冷淡了下来。我端着食盒，疑惑地凑过去问她：“小姐，咱得走快些了，一会儿鸡汤该凉了。”谁知小姐只是冷冷地瞥了我一眼，不去了。那这汤赏你了。说着，小姐转身就走，步伐快得好像身后有什么脏东西。这可真是件稀奇事。府里上下谁不知道，小姐痴缠姑爷，拿他当眼珠子一般疼着。前几日姑爷不过随口说了句想喝鸡汤，小姐便跟得了圣旨一般，这10里8乡的鸡都快被他给宰光了。我如今手上这碗鸡汤，更是用人参那些个珍贵食材小火煨了整整1天。这么一小碗，说是价值千金都不为过。平日里就是撒了一滴，小姐都要发好大的脾气。可今日小姐竟就这样随手赏给了我。我怕小姐是因为昨日姑爷同她吵架那是闹脾气，说气话，所以这鸡汤我还是乖乖的送去给了姑爷。他见我端着鸡汤，神色依旧是冷冷淡淡的。今日怎么是你来？小姐今日有事，便差奴婢来。姑爷闻言，神色明显冷了几分，但是面上还是一副人淡如菊的清高做派。知道了，他不来碍我的眼也好。我其实很看不上姑爷这样的人，除了一副好的皮相，脾气秉性实在是差到极致。他一介罪臣，若不是小姐救了他，给了他一个容身之所，怕是早就被流放千里了。到时候能不能吃上饭都是问题，哪里还能喝上这样好的鸡汤？他不知道感恩也就罢了，偏偏还端出一副清高受辱的模样。我那傻小姐啊，便是被这样一副谪仙似的相貌勾了去，真是造孽啊！心里虽是这样想的，可是我面上依旧是一副乖乖巧巧的模样。总归是主子的事，我只要安心当好我的丫鬟就好了。可惜啊，偏生有人心肠坏，连一个丫鬟都要为难。云胜哥哥，我远远的就瞧着一抹粉色飞快地扑过来，直奔顾云胜怀里。顾云胜神色柔和地扶住那人，语气都温柔了许多。蓉儿，跑慢些，当心摔着。反正云胜哥哥会扶住我的。两人好一番郎情惬意，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才是两口子呢。姑爷，若没什么事，奴婢就先退下了。我实在看不得这对死庄男和白莲花，想着赶紧溜走，眼不见为净。可惜天不遂人愿。站住！我默默翻了个白眼，但还是转过身，恭恭敬敬道：“柳小姐，有什么事吗？我这几日睡得不好，你去你们小姐房里把那个金丝楠木枕给我取来。”他脸真大啊，还金丝楠木枕，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心里虽是这么想的，我却不能表现出来，只能故作为难道：“柳小姐，奴婢哪有这么大的权利啊？”柳蓉还没说话，顾云胜就先开口了：“那你便跟你家小姐说是我要用。”你脸更大。我低着头，尽量不让自己的白眼翻到天上去。姑爷，小姐若是知道了，恐怕会生气的。罢了，我自己同她说。我本以为他的意思是他亲自去找小姐说这事，结果他直接往旁边一坐，语气冷冽道：“去，把你家小姐给我叫过来。”我怀疑我们家姑爷好像有点什么大病，但是我没有证据。想到小姐之前对姑爷那副痴缠的样子，我悠悠叹了口气，还是认命的去了。找到小姐的时候，她正趴在床上看画本子，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身上，为她整个人都镀上了一层金光。我们家小姐可真好看啊，就是眼光不太好。小姐，姑爷找您。小姐闻言蹙起眉头，单手撑着下巴，偏头问我：“那傻缺又怎么了？”我闻言瞪大了眼睛，我家小姐好像支棱起来了。姑爷，她想要您房里的那只金丝楠木枕。
你说的是我现在脑袋底下这个镶了和田玉和红宝石、价值千金的金丝楠木枕？虽然不理解小姐为什么要这么问，但我还是老老实实的点头。小姐一个弹跳坐了起来，由于起身起得太猛，脑袋磕在了床上，发出砰的一声脆响。她疼得龇牙咧嘴，全然没了平时端庄守礼的模样。可我偏生觉得这样的小姐鲜活有趣极了。小姐一手捂头，一手掐着腰。她顾云胜也配本小姐那么好的金丝楠木枕？现在的赘婿都这么嚣张了。我闻言默默补了一句，不是姑爷自己用，怎么又要孝敬他那个八竿子打不着边的老婶子表妹？他俩真是好大的脸啊！吃本小姐的，住本小姐的，如今还要睡本小姐的。休夫，本小姐要休夫。小姐虽然这样嚷着，可到底不敢真的休夫。用小姐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渣男放在眼皮子底下才安心。可我知道，小姐单纯是害怕被老爷骂。用之后小姐的话来说，人活在这个世上，图的就是一个面儿。毕竟当年这段孽缘，可是小姐自己在雨里跪了3个时辰才求来的。老爷当时气得指着小姐的鼻子破口大骂，让她不要后悔。小姐只是将背挺得笔直，梗着脖子回了一句：“女儿不悔。”我小心地拿眼神偷偷瞄她，只看见她光洁的侧脸带着坚毅和笃定，就像一个随时都要为爱冲锋陷阵的勇士。我大抵不是个很忠心的丫鬟，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家小姐是个蠢货。她是高贵的国公嫡女，便是配皇子王孙也是配得，可她偏偏喜欢上了一个没家世没本事，顶多有几分相貌的沈云胜。这些我不敢同别的丫鬟说，他们每个人都觉得小姐跟姑爷之间就像画本子里那样，是要历经磨难感天动地的爱情。只有我觉得小姐像极了里面拆散有情人最后不得善终的恶毒女配。不过别人家的恶毒女配好歹有心机有手段，我家小姐她连脑子都没有。但是最近我发现我那蠢笨如猪的小姐好像知道自己是恶毒女配了。小姐不再惯着姑爷，那金丝楠木枕小姐依旧安稳地睡着。姑爷许是左等右等等不来小姐，竟自己气势汹汹地找了过来。他来的时候昂着头，活像一只插着鸟毛硬装凤凰的锦鸡。姑爷人还没到，声音先传了过来：“宋金河。”他叫得好大声，我看着小姐颇有些不耐烦地掏了掏自己的耳朵，然后他偏过头，用足够清脆的声音问我：“春芽，外面谁在狗叫？”姑爷这时候右脚刚刚踏进门，我清楚地看到他的身形顿住了，然后他不可置信地抬起头，问了一遍：“宋金河，你刚刚说什么？”他语气中带着几分愠怒。往常小姐听到姑爷用这样的语气说话，就会知道姑爷是生气了，于是她便伏低作小，处处退让，只求让姑爷能消气。久而久之，姑爷的气性越来越大，一点小事动不动就生气，比百花楼的花魁娘子还会作妖。在我看来，姑爷跟那花魁娘子也没什么区别，都是凭着几分色相胡乱勾人罢了。小姐闻言连头都懒得抬，懒懒地回了一句：“谁应声就在说谁喽。”姑爷怒目看过来，余光顺带还冷冷瞥了我一眼。天杀的，他竟然迁怒一个如此无辜可爱的丫鬟，真是个小肚鸡肠的狗男人。狗男人开口了，他问：“宋金河，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怎么，你听不懂人话吗？”“好好好，宋金河，你好得很，如今还学会欲擒故纵这一套了是吧？你难道不知道我最讨厌的就是这种心机女吗？”小姐闻言笑了：“是吗？我看你喜欢柳荣那个心机女，倒是喜欢的紧啊。我不准你这么说蓉儿，你这个毒妇。”小姐最近脾气不好，最听不得脏话了。她嗖地站起来。姑爷见状以为小姐是来哄她的，他一脸倨傲地站着，嘴里还喋喋不休：“宋金河，你现在道歉还来得及。”话还没说完，只听啪的一声脆响，姑爷捂着脸，眼眶被气得通红：“你敢打我？”小姐满不在乎地甩甩手：“不过一个赘婿也敢同我大呼小叫，惹了本小姐不高兴，别说打你了，就是改日将你发卖了又能如何？”姑爷狠狠地撂下一句：“宋金河，你别后悔。”
说着，他抬脚就要离开，再不离开也不行了，里子面子都丢了一地。门口好几个下人正低着头偷偷笑呢。谁知这时小姐却开口了：“站住！”姑爷身形顿住，脸上露出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我也愣了，我家小姐不会又犯蠢了吧？小姐伸了个懒腰，笑眯眯地开口：“本小姐说你可以走了吗？去门口跪着。”话音刚落，门口就响起一声怒喝：“放肆！”顺着声音看过去，只见柳荣正扶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缓缓走过来。得嘞，婆婆出场了。顾云胜的母亲柳氏，也就是柳荣的姨母，她为人端的上是一个尖酸刻薄，在她眼里，她儿子就是天上的宝贝。即使他穷得叮当响，没权没势，但是顾母仍然觉得我们家小姐嫁给他，那是高攀了。平日里就没少搓磨小姐，明里暗里的贬低她，张口闭口就是我儿云胜有状元之才。关键我们小姐是个蠢的，还真信了这老钱婆的话，觉得是自己配不上顾云胜。我有些担忧地看向小姐，她之前最怕顾母了，看见她就像老鼠看见猫一样。顾母也觉得自己出马，小姐必然会像往常一样毕恭毕敬，所以她挺胸抬头，斗志昂扬的像一只大公鸡，不对，是老母鸡。宋金河，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这么对云胜！要是以往，小姐早就低眉顺眼的认错了，谁知这次她只是不耐烦的掏了掏耳朵。老妖婆，又是谁给你的胆子，敢在我宋府对着本小姐这般大呼小叫的？你！顾母许是没想到小姐竟然敢忤逆她，捂着心口拟了半天都没拟出个所以然来。一旁的柳荣连忙帮着顾母顺气，一边又故作懂事的开口：“宋姐姐，姨母她身体不好，你何必要逞一时之快来气她老人家呢？”就在这时，姑爷也走了过来，他深情地揽住柳荣，然后面露不满地指责道：“宋金河，就算想引起我的注意，你今日做的也有些太过了，你好自为之吧。”说着，他转身就要走，我在一旁急得团团转，憋屈，真的太憋屈了。就在姑爷前脚刚迈出门，只听小姐慢悠悠地来了一句：“本小姐说让你们走了吗？”不过一个寄人篱下的赘婿，也敢对主人家这般大呼小叫，传出去还以为我宋家没有规矩呢。说着，他悠悠地靠在软榻上，语气慵懒地开口道：“春芽，请家法。”当我把那根镶着玉石点着珠翠，当了好多年摆设的棍子恭恭敬敬地递到小姐面前时，顾母还在冷笑。她嘲讽小姐装腔作势，似乎笃定了小姐只是在故意闹脾气。可是小姐毫不犹豫地拿了起来，重重一下落在姑爷身上，棍子上挂着的流苏晃得人眼花。直到小姐再次高高举起棍子，还想再来第二下的时候，顾母才反应过来，她哭天抢地地扑过来，大喊着：“妖兽了！”院子乱作一团，小姐笑如银铃，俏生生地站在那里，手里的棍子仿佛长了眼睛似的，专往人身上薄弱的地方打。没多时，顾云胜就被打得鼻青脸肿，哪里还见半点风神俊朗的模样？好丑啊！小姐指着他，一脸嫌恶。所有人都顺势看过去，见到顾云胜的样子，都忍不住偷偷低声笑起来。就连柳荣的嘴角都弯了弯，随后他像是想到了什么，又努力做出气愤悲伤的表情。我头一次在一个人脸上见到如此快的表情变化，明明上一秒还在偷笑呢，下一秒便义正辞严地指着小姐：“宋金河，你太过分了，竟敢这般对云胜哥哥！”全然一副要为了顾云胜冲锋陷阵的小白花模样。顾云胜果然感动极了，他深情地握住柳荣的手，附而又一脸阴狠地看向小姐：“宋金河，你今日实在太过分了，就算要引起我的注意，你也断不该。”话还没说完，就被一阵笑声打断。哈哈哈哈！顾云胜，你屋里没镜子，难道还没尿吗？你要不要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在跟我说话啊？就你这副样子，哈哈哈！本小姐巴不得你有多远滚多远呢。说着，小姐陡然变了脸色。顾云胜，我劝你最好识趣点，少在本小姐面前晃悠。我侯府虽然不介意多养3个废物，但是这废物总出来膈应人，可是要被打死的。最后3个字，
小姐明明是用极温柔的语气，却平白多了几分杀气。顾云胜深深地看了小姐一眼，用力甩袖离开。顾母还想说什么，可是接触到小姐森然的眼神后，她到底什么也没说，只是恨恨地瞪了小姐一眼，随后也急忙一瘸一拐地跟了上去。看着他们走远，小姐又恢复了那副吊儿郎当的模样，眉眼带笑，仿佛刚刚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可是我清楚，有些东西不一样了。我是府里的家生奴才，从我祖母那辈起就给小姐一家当丫鬟了。可我从小就清楚，我跟别的丫鬟不一样，因为我能看见每个人头顶上都有一行字，那些字都长得一个模样。我拿了个树枝在地上照着临摹那些字。从我记事起，我就在研究这2个字，它们已经被我练得像模像样了。所以当初小姐走过来的时候，轻而易举的就认了出来。炮灰，这是什么意思？8岁的小姐歪着头看我，奶声奶气的开口。我答不上来，因为我也不知道这炮灰2字是什么意思，只是每个人头顶上都顶着这样的字罢了。好在8岁的小娃娃没有那么重的求知欲，花园里的蝴蝶，池塘里的游鱼，都比所谓的炮灰2字有趣多了。只是当我抬头看小姐的时候，却发现她头顶上的字跟我们的长得都不一样。小姐头上竟然顶着4个字，真不愧是小姐啊！当时我也不过7岁，只觉得小姐以后一定是顶顶厉害的人。可是很快我就发现我好像错了，因为小姐她实在太蠢了，旁人说什么她便信什么。我这些年跟着小姐看了不少的画本子，她跟姑爷的相遇可以说是画本子里最烂俗的桥段了，往高了说是英雄救美，说白了不过是小姐买东西银子不够，顾云胜给她垫了3文钱罢了。才3文钱啊！要知道我们家小姐平日里随手打发街边钱都是用碎银子的，我实在想不通她怎么就会为区区3文钱动了心，好像是被人生生下了降头。也就是那天，我终于知道了小姐头上的4个字：恶毒女配。小姐好像发现自己是恶毒女配了，因为姑爷喜欢娴静端庄的女子，所以小姐一向温声细语，就连在外也从不与人争辩。陈府的3小姐一直同小姐不对付，她平日里没少因此嘲讽小姐装腔作势。可是今日，小姐竟直接指着陈小姐的鼻子骂了回去。陈小姐一向伶牙俐齿，竟也被小姐对得说不出话来。用小姐的话来说，她这叫稳固人设。我听不懂，问小姐什么叫人设。她笑眯眯地伸出手，揉了揉我的脑袋，然后温声道：小姐我啊，现在这个样子就叫人设。原来是这样，那我喜欢有人设的小姐，起码不会像以前那样被人欺负。春闱在即，姑爷难得安分了许多，可小姐却变得焦虑起来。她每天念叨着，完蛋了，虐女情节马上就要来了。小姐开始闭门不出，只是房间里偶尔会传出磨刀声。小姐说，姑爷会在5天后的春闱中一举夺魁，成为圣上钦点的状元郎，从此官途坦荡。顾云胜发达以后，第一个对付的肯定是本小姐。我虽然不知道小姐为何如此笃定姑爷会中状元，但也不由得担心起来。小姐，不然我们……劝小姐跟姑爷求和的话还没有说完，小姐就猛地站起来。对，我们要先下手为强。按小姐的话来说，姑爷那个草包之所以能春闱得中，不过是因为京中那些真正有才学的世家子弟不屑于跟一群寒门子弟争罢了。京中寻常勋贵人家的子弟爱拿功名锦上添花，但那些真正的世家大族可瞧不上科考这样的路子。我知道小姐说的是谁，不就是那位3岁便能作诗，7岁出口成章，13岁才名便扬遍天下的富家3公子傅衍之吗？而他还有一个身份，说来也有些尴尬。傅衍之他是我家小姐的舔狗，自从小姐出嫁以后，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富家公子。说实话，我有些不明白小姐为什么放着富家公子不要，偏偏看上了顾云胜。论才学家世，傅公子完全吊打顾云胜。至于相貌吗？我抬眼看去，只见男子逆光而来，一身白衣，皎皎如月，就像壁画中走出来的谪仙人般。他容貌生得清冷，
偏生眼尾下缀着一颗小小的红痣，又添了3分邪肆气。我恍惚间都能听见旁边小姐咽口水的声音了。等等，咽口水！我偷偷瞄小姐，果然见她直勾勾地盯着傅公子，那模样就像是好几天没吃饭的人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只软糯酥香的大肘子。大肘子？哦不，傅公子很快就走到了我们面前。金河，宋小姐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吗？傅公子刚开口，很快意识到什么，又连忙改口，语气也透着疏离冷淡。这也不怪傅公子，主要是我们家小姐之前实在太不是人了。面对傅公子的关心，他一向避之不及，更是在知道傅公子喜欢自己后，为了向顾云胜表忠心，指着他的鼻子大骂他恶心。他俩上一次见面，还是小姐为了顾云胜，逼傅公子赌咒发誓，此生都不参加科考。要知道，傅家清流世家，每一任傅家家主都曾是升上钦点的状元郎。小姐这样做，无异于是断了傅家3公子的前程。可是傅公子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想到这里，我偷偷去看小姐，她果然也想到了先前的所作所为，尴尬地笑了笑。傅家哥哥，何必如此生疏啊？我们还是和以前一样不好吗？傅衍之闻言，眼神恍惚了一瞬，随后又冷了脸色。宋小姐又要耍什么手段？在下既然已经答应了宋小姐不参加此次科考，便绝不会食言。我闻言同情地看了小姐一眼。人啊，做什么事之前都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像我们小姐这样，不但没留后路，还用砖头堵死的，属实少见。不过，按照我们小姐最近的人生格言来说，世界上本就没有路，都是人走出来的。遇见那种堵死的，更是要直接轰开。我注意到小姐猛地一掐自己大腿，眼底氤氲出泪花。她泪水连连地上前一步，抓住傅公子的衣袖。傅家哥哥，我后悔了。美人计这种东西，自古以来都是很有成效的，尤其是遇见舔狗，甚至都不用多说什么，一个眼神，傅公子就自己把自己哄好了。回去的路上，小姐十分得意，等着瞧吧，有傅衍之在，他顾云胜蹦跶不了多高的。我闻言迟疑着开口，可是状元之下还有榜眼、探花，未必没有出人头地、权倾朝野的机会。姑爷人虽然不咋地，可是学问却是实打实的。小姐闻言拧眉深思了一会儿，她生得貌美，在未嫁人前爱慕者众多。随后，小姐带着我将这群爱慕者一一拜访。用小姐的话来说，这叫考前动员。何郎君，我相信你。谢家哥哥，今河如今唯一能指望的便是你了。孟姐姐，我只有你了。我没想到，小姐就连丞相嫡女都没放过。我朝开国便有女子科考的先例，可惜平头百姓家的女儿没有读书写字的机会，世家贵女又不爱抛头露面。可小姐为了万无一失，连丞相嫡女都敢撺掇。而且我也不理解，小姐既然不想让姑爷科考，头一天夜里给他绑了不就好了？再不济就往他饭食里下点泻药，何必如此大费周章？小姐只讳莫如深地说了一句 NPC 不能插手主角的人生。我直觉可能跟姑爷头顶上的那2个字有关。我如今也认识许多字了，我知道姑爷头顶上写着的是男主，那样的人也能当主角吗？科考那日，姑爷穿的人模狗样，出门的时候还十分倨傲地看了小姐一眼。宋金河，待我金榜题名那日，定要休了你这个毒妇。小姐闻言满不在乎地耸耸肩，拭目以待喽。时间过得很快，放榜那日，姑爷甚至嚣张到不去看榜，只翘着腿在大厅坐着。顾母在他身侧，一脸得意，仿佛这状元已是囊中之物。我满脸忧心地去看小姐，她却自顾自地摆弄着指甲，鲜红的单扣晃得人眼花。等到正午时分，却也迟迟不见报榜人前来。好几次我都听见锣鼓声由远及近，再由近到远，姑爷的脸色也肉眼可见的难看起来。终于，一个戴着大红花冠的人笑嘻嘻地走进来，伴随着一阵锣鼓声。恭喜国公大人，你家有人中了3甲进士。姑爷闻言嗖的一声站起来。只是3甲？那人古怪地看了姑爷一眼。
却碍于国公大人的面子，没有说什么。姑爷不死心，追过去问：“那新科状元是谁？您还不知道？傅大人家的三公子便是今年的状元榜首，升上钦点的状元郎。傅衍之，竟然是他？那榜眼探花又是何人？”姑爷语气急切。那报榜人许是报到了最后一家，也不急着回去，笑呵呵地答了话：“榜眼是谢学世家的公子。至于这探花郎嘛，倒是古所未见，竟是丞相家的嫡女，当真是高门贵女啊！这次的科考可是让人开了眼，竟有2位女子中举。贵府的柳荣小姐也是巾帼不让，取得了3甲的好名次呢。我没想到中举之人会是柳荣，那岂不是意味着……”顾云胜闻言抓住那人，厉声道：“那我呢？你是不是看漏了？那榜上没有我的名字。”报榜人疑惑地看向顾云胜：“公子您是？”顾母见状也急忙忙地凑过去：“你快看看，是不是看漏了？我儿顾云胜可是有状元之才的。”那人闻言倒是很确定地摇摇头：“看过了，本次中举32人，柳荣小姐是第32名。至于顾公子，在柳荣小姐之后。”所有人都愣住了。最后还是小姐笑盈盈地走过去，给了那报榜人一包红布包着的银子，图个好彩头。人在陷入巨大的失望时，一开始是说不出话的，后来便是无尽的狂怒。听人说，姑爷把屋里的东西都打砸了一遍，后来许氏仍觉得不解气，竟然跑去了柳荣小姐的院子里。等我和小姐赶过去的时候，只看到柳荣发髻凌乱地跌坐在地上，脸上还带着伤。顾云胜他竟然打女人，可真不是东西啊！可柳荣小姐看见我们来，却咧开嘴笑了。她这一笑，扯到嘴角的伤，又立马疼得龇牙咧嘴起来。小姐不说话，也只是笑。我被他们笑得莫名其妙，最后也只能跟着笑。小姐笑够了，转过头问我在笑什么。我愣住了，挠了挠头，说自己也不知道。只是我看着小姐头顶的恶毒女配4个字似乎淡了许多。小姐抬着下巴问柳荣：“自己能站起来吗？”柳荣闻言柔柔弱弱地往地上一躺，娇声道：“怕是不行了，还烦劳宋小姐替我报官。打个后宅女子算不得什么，可如今被打的可是新科进士。官府浩浩荡荡地派了人抓走了姑爷，他被带走的时候神情癫狂，哪里还有半分俊俏模样？”小姐在我身边叹气：“你说本小姐当初怎么就瞎了眼看上了他？”说完，她又自顾自道：“这下子可以去找爹爹哭一哭，顺道休个夫了。”原来小姐打的是这个主意。一个名声尽毁的姑爷，国公府哪里还肯要呢？就像小姐最开始说的，不过一个赘婿。可是我还是很疑惑，柳荣同姑爷原先那样情深意切，怎么会愿意这般背刺姑爷呢？小姐纠正我说，这不叫背刺，该叫弃暗投明。她看着院外树上新冒出的枝桠，温声道：“我只是问她，当真要做一辈子依靠他人的菟丝花？没想到哦，她不愿意做花。”小姐故作十分遗憾地叹了口气。不过更让她遗憾的是，自己没能做成寡妇。按照小姐的说法，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升官发财死老公了，所以她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做一个有钱又漂亮的寡妇。可惜官府只判了她跟姑爷和离。后来我跟小姐上街的时候，曾瞧见过顾云胜一次。他坏了名声，又没了倚仗，只能在街上摆摊卖些字画为生。可他又不想失去所谓的文人风骨，不屑于同市井商贩一般招揽顾客，所以生意差得很，人看着也清瘦了许多。按照小姐原先所说的，此刻的他应该已经封侯拜相了，可如今却是这般境地。我不懂，不是说不可以插手主角的人生吗？可顾云胜现在的人生已经被改得一团糟了。小姐却笑了：“是不能插手主角的人生，可是谁规定炮灰们不能在自己的人生里发光发亮呢？哪有人生来就是配角，明明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更何况……”小姐说着看向顾云胜：“他现在已经不是男主了。”我顺着小姐的目光看过去，只见顾云胜头顶上闪着金光的字在慢慢暗淡，直到彻底消失不见。同样的，
每个人头顶上的字都在消失。我们好像真的挣脱了他人强加的命运，在小姐口中的平行时空里有了自己的人生。不过小姐忘了一件事，她在此之前可惹下了不少的桃花债。国公发愁地看着被抬进府的第8台聘礼，最后他怒冲冲地瞪了一眼小姐：“你同那些个世家子到底都说了些什么？”这一上午，谢家公子、何家公子，就连丞相府的嫡女孟淑贤也来向我提亲。小姐瞪大了眼睛。国公爷轻咳了一声：“这倒不是，丞相家的送来帖子，请你明日游湖赏花。可那几家公子总是你招惹的吧？你究竟同人家说了什么？”我想着，不过是些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酸腐情话。可怜的国公爷还不知道，这些个世家子还不是最可怕的。小姐招惹的最可怕的那位还没上门呢。小姐是在同孟家小姐游湖赏花的时候被抓包的。她为了躲那些世家公子，干脆拉着孟小姐跑去了江南。早就听闻丞相家的嫡女最是温婉贤淑，不知怎地，竟也破天荒地答应了小姐。江南美人多，俊朗的男子竟也不少。傅衍之就是在小姐抱着酒壶，扬言想给天下男子一个家时出现的。男子嘴角噙着笑，衬得眼尾那颗红痣越发妖艳动人。阿和说的天下男子也包括在下吗？许是那天的酒太醉人，许是那晚的月亮太圆，让人轻易把玩笑话说得跟承诺一样郑重。我只记得小姐那天拍着傅公子的肩膀，十分真诚地说：“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傅公子咬着牙笑：“这句你同谢家那位说过了。”小姐挠挠头，求助似的看我。我只能回给她一个爱莫能助的眼神。我以前是想努力当一个忠心的丫鬟，随时出去给主子挡刀的那种。后来我发现，我还是适合当一个见风使舵的狗腿子。就比如现在，傅衍之一把将小姐打横抱起的时候，我只是默默抬头往天上看。瞧，今晚的月亮多圆啊！我是个聪明的丫鬟，已经能识得很多字了。只是有2个字放在一起，我始终不懂其中深意。病娇是什么意思？我问小姐，她好像懂得很多学问。小姐那时一边嗑着瓜子，一边随口道：“就是那种爱你爱得死去活来的变态。反正千万不能招惹病娇就对了。遇见病娇啊，可一定要躲远点。”如今我想着，小姐怕是躲不掉了，因为她好像招惹了这个世界最大的病娇反派。不过有时候我又觉得小姐说的话并不是全都有道理。就比如她说遇见病娇要躲远点，可是她好像喜欢傅公子的紧，而且比起傅公子，我们家小姐好像更变态。我不止一次撞见小姐把傅公子绑在床上，满脸兴奋地拿小皮鞭抽他，又或是傅公子穿着纱衣乖巧地叫小姐主人，求她垂怜。这个时候小姐总会轻轻抬起傅公子的下巴，然后坏笑着扯开他的衣襟。再往后，他们就把我赶了出去。那一刻，我一时竟分不清谁是变态。我们很久没有听过顾云胜的消息了，倒是柳荣一路加官进爵，没想到这朝堂还真让她一个女子闯了进去。我们家小姐对此很是骄傲，她总说柳荣有如今的成就，少不了她的一番鞭策。我看着每天吃喝玩乐，唯一的活计便是每个月底去各个铺子收租，然后继续吃喝玩乐的小姐。这人与人之间到底是不同的。不过用小姐的话来说，人生在世，活在当下便好。有人喜欢做攀岩而上的凌霄花，也要接纳那些山间肆意生长的野花。都是做花，个花有个花的活法。宋金河视角。我穿进这本烂文的时候，剧情已经走了一半。不知道哪个喜欢虐女的脑残作者塑造的渣男男主，真是集凤凰男妈宝男普信男于一身。那段时间我整天磨刀霍霍，想着哪天夜里直接给男主宰了得了，省得他发达了以后对我虐身虐心。可惜剧情的管控实在太严格，我根本没法对男主出手，甚至更改不了关于他的任何剧情。不过很快我发现，这本书里不全是炮灰 NPC， 就像我身边的那个看着怪不聪明的小丫鬟，她好像觉醒了自我意识。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有时看我的眼神真的很像在看一个傻子。为了扭转自己作为恶毒女配惨死的命运，我决定动员身边的所有 NPC。最后，我找到了柳荣，原书里的娇妻女主，许是为了跟男主相配吧。作者给了她丰富的学识、姣好的容貌，甚至悲惨的身世。出身书香世家，却又家道中落，只能投奔男主。可没有人会愿意一辈子依靠别人而活的。那天，我只是问了他一句：“你有满腹学识，当真愿意一辈子都做依附他人而活的菟丝花？”那一刻，我看见柳荣的眼睛亮了，好像漂泊在海的孤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岛屿。而柳荣送给我的第一份大礼，便是状告顾云胜殴打新科进士。我有了名副其实和离的借口，他也有了挣脱樊笼的勇气。再后来，柳荣成了7品翰林院编修，再后来，他成了5品御史，直到我朝第1位女子宰相。我同春芽说这事的时候，春芽只是一个劲的叹气。不知道为什么，他最近看我的眼神从看一个傻子变成了看一个变态。不过没关系，谁叫他家小姐我宽宏大量呢？又到月底了，春芽，收拾收拾，咱们该去收租了。好嘞，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